每一名军官都要讲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国防，还要讲为什么。那中国是个异类，来了，他们感到中国军官来了很有意思。然后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挣脱出来，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所以全班军官哄堂大笑，他们觉得反差太大了，他们全笑起来了。今天对我们来说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给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做我们一个阐释。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我又想起了我2000年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简称 RMCS。皇家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中国军官进入，2000和2015，那中国的国力完全不一样。当时英国国防部第一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进入皇家军事科学院，按照英方的规矩，在学习期间，每一名军官都要讲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国防，还要讲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社会制度？为什么这个意识形态？我们班30名军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的只有我一个，人家都不是。你看这个班的题目，主题：民主政体中的防务管理。那中国是个异类，来了，他们感到中国军官来了很有意思。然后每名军官都要讲，每人讲20分钟，每个周五上午讲，讲的顺序由抽签决定。我抽签，我想30名军官哪轮着我啊？南非军官麦克杜林他上去抽签，第一张签爱沙尼亚军官，第二张签中国军官，哇，全场哄堂大笑。我当时猝不及防，刚刚在报道第1周，语言环境还不熟呢，让我讲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我说我也不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不是搞政治理论的，我们搞国家安全战略的。我当时想，我说这什么抽签啊？这是不是个阴谋啊？故意把我们放在火上烤啊？这是啊！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呢？爱沙尼亚非常小，波罗的海弹丸之地，中国非常大。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挣脱出来，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所以全班军官哄堂大笑，他们觉得反差太大了，他们全笑起来了。当时我坐在闷闷不乐，生闷气，我就想怎么对付他们呢？捷克军官罗德维尔他上来劝我，就站在我旁边这个。捷克原来是社会主义的，他深知我的难处，他上来悄悄地跟我说，他们就想听听你们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何必讲这个呢？你讲这个上他们当了，你讲讲你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那么悠久的历史，20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了。哎，我一听他主意不错，我准备按照他的主意去做。后来全班人都走了，我坐在教室里越想越不对劲儿，我就想起了我入伍以来，我在写日记啊，一本一本倒，扉页上自己写句话，自己激励自己。我们今天叫心灵的鸡汤，自己激励自己，自己勉励自己。我经常写这句话：做难事必有所得。你做容易的事情，做轻车熟路的，闭着眼睛都能干的，那是重复，不是提高，就是要干自己没干过的。那是挑战，不管成功失败都是提高。我这个事我从来没做过，我从来没讲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就不信我讲不了了。我下决心不按照罗德维尔主义，我说我讲。周3上午抽签，周5上午讲。英方课程安排的非常紧，准备时间只有周3晚上、周4晚上2个晚上。周3晚上我睡3个小时，周4晚上我睡2个小时，在他的图书馆，皇家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全力以赴准备这课题。周5上台，爱沙尼亚军官他先上台，因为抽签抽的第一个是他。按照英方的要求，光讲不行，要做 PPT。我们就形成习惯了，做 PPT， 但凡什么事情做 PPT， 把观点打出来让别人看见。英国人要求做 PPT， 我们就做了 PPT。爱沙尼亚军官图文并茂，他 PPT 做得非常好，比我好多了。他讲什么呢？他讲1989年8月，波罗的海3国190万人手拉手，组成数百公里长的人链，要求民族独立，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200多公里长人链，他采用了 BBC 的航拍，一段录像给大家看见 ，BBC 的直升飞机从空中所拍摄的。波罗的海3国横跨3国，将近200公里，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步履蹒跚的孩子，组成这人链，人手拉着手，穿过城镇，穿过河流，跨过田野，跨过桥梁，非常壮观，很震撼人。戈尔巴乔夫当年看了镜头，深受震撼。戈尔巴乔夫后来讲，既然他们如此强烈的要求独立，
那就让他们独立吧。我们留在苏联内部的人把苏联搞好，他们今后会重新要求加入。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苏联的解体从波罗的海3国独立开始，从爱沙尼亚就跟墙上的瓷砖一样，爱沙尼亚是第一块玻璃的瓷砖，其他的噼里啪啦跟着掉下来。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军官在台上讲的时候，台下鼓掌的、跺脚的，非常热闹，台上台下互动非常热闹。他20分钟讲完了，他下来了，我上去，我站起来的一瞬间，我们的课堂转入死一般的沉寂，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从台上往下走，我就觉得我走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我走上台上往下一看，下面大眼瞪小眼，眼睛瞪得很大的看着我，我就知道他们心里怎么讲的。你看人家刚刚从社会主义体制下挣脱出来，他们要上去讲他们的社会主义了。我的 PPT 做的比他爱沙尼亚军官差多了。我的 PPT 最核心只有2幅，20分钟就2幅 PPT。皇家军事科学院找出来的第1幅就这幅。1900年的中国，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尽苦难，我们没有胜过，我们一败再败。鸦片战争第1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第2次鸦片战争接着又失败，对方都很少的兵力。第1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28条，军队15000；第2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25000，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你到了八国联军1900年，我给皇家军事科学院讲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我们达到空前的虚弱。我们一般人讲八国联军8个国家打我们，我们如何打得过？但我说，你看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8000，俄军4800，英军3000，美军2100，法军800，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八国联军满打满算，1900年8月3号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点兵力，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都等不及了，向北京攻击出发，10天之内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带的清军15、16万，义和团50、60万，我们挡住了没有？没有挡住。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落，这种无力达到极致，一个大国衰弱至此。我说，今天是2000年，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整整100年前的中国。1900年，东亚病夫，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说，1900年，整整100年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赔偿13个帝国主义国家4亿5千万两白银。我说，今天在座的军官，你们的国家当年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都有你们代表的签字。这就是100年前的中国。我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给大家讲100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英国国防部请我们参加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100年后的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是任人欺凌、任人宰割，它自立于世界民族东方之林。我说，第1幅 PPT 100年前，第2幅 PPT 100年后，连接这2幅 PPT 的横跨100年的，就是一句话 ：Marxism changed China。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来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一种方法和工具。我们用这个主义认识分析中国的问题，找着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第2句话 ：China changed Marxism。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我说，这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在台上讲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没有鼓掌的、跺脚的，不仅爱沙尼亚军官不一样。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讲完了，突然间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班的教授泰勒，大班主任，英国著名的防务问题专家。
我讲的时候是个阶梯教室，他没有坐在这儿听。我在台上讲，我看泰勒教授后面来回的走。等我讲完了，别人上来向我祝贺的军官都走了，泰勒上来跟我们讲一句话：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泰勒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我们刚刚到班上一报道，就跟泰勒发生了冲突。我刚一报道，泰勒一看，哟，签到，中国军官到了，你们中国人不守国际信用。第一句话，我猝不及防，我说怎么回事？刚一报道说我们不守国际信用，泰勒讲1842中英江宁条约，香港永久割让；1860中英北京条约，九龙永久割让；1898新界租约归还的是新界，而不是港九，你把港九全拿回去，你不守国际信用。我说原来是这个事情啊！我跟泰勒说，我说泰勒教授，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那天起，我们就宣布了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大清王朝签的，新中国概不承认，所以一并收回。我觉得你因为条约收回啊，确实永久割让，但坚决收回，所以刚开始就发生了冲突，就这事情。泰勒最后讲，你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你们中国人这么做有你们中国人自己的道理。我觉得这对一个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的泰勒，也算对我们的最高的夸赞了。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军官斯潘克斯。斯潘克斯的叔叔，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195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被镇压，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人匈牙利总理纳吉被枪毙。斯潘克斯的叔叔流亡西方，后来他说他叔叔柏林墙倒塌，他叔叔回来了。看匈牙利今天搞得烂糟糟的样子，他叔叔讲的话：“我以后死在西方，我再不回来了。”那天晚上，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里喝了很长时间酒，就一杯啤酒，我们俩喝了很长时间。斯潘克斯讲：“我们匈牙利社会主义完全失败了，衷心希望你们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给天下这些最没有权利、最没有权势的人一点希望。”